这是饮食新出的 Luna Ultra， 我前几天刚拿到。先说清楚，这不是什么专业测评，我仅仅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，相机用的也不算多，也不算专业，之前也没有拥有过这个品类的云台相机，所以这条短片就是一个普通用户分享自己购买和使用的真实感受，以及分享样片，仅供参考。机器拿到手，我是真心挺喜欢的，比我想象中的手感好。横过来看，有点像瓦力机器人。我想先从为什么买这台相机聊起。从4月起，我就在物色一台可以与主力机分开的拍摄设备，一台用于日常，一台专注拍摄。期间考虑过种种方案，最终判断云台相机这一形态最契合我的需求。本来我是要买大疆的，我手上有它的麦克风，对它生态也比较熟悉，想等长焦的 Pocket 4P 发售，但是它迟迟不出。标准版我从4月中旬开始天天蹲，守了1个多月，一次也没有抢到，线下也是断货，所以我5月12号就交了定金站位，在饮食和大疆两边都压了。在5月中旬我去上海的时候，租了一台 Pocket 4体验拍素材，从我的主页可以看到最终的成果。直到6月10号，饮食突然发布了 Luna Ultra， 而大疆专业版还是没个准信，所以我下定了决心，不等了。考虑到我6月21号就要出发旅游，然后饮食这边的销售和我保证 Luna Ultra 在1周之内有货。事实上6月13号我就拿到手了。后来 Pocket 4P 是发了，但是6月15号是发布不发售，要等到23号才开售，正好和我的行程错开。所以客观来说，如果两边同时都有充足现货，基于我的情况，我大概率会优先选大疆。最终供货和时间是决定性因素，让我选择了 Luna Ultra。 接下来聊聊 Luna Ultra 的上手体验。老实说，它的操纵手感和 Pocket 系列非常接近，毕竟是同一类东西，都是云台相机。但是我觉得它做得更好的，也是我觉得它值得的地方，主要是2点。一是3个独立按键，分别是录制按键，也就是电源键、云台操纵杆，以及一个单独的推拉变焦物理键。我之前使用 Pocket 4的时候，经常分不清它的操纵杆正在操纵云台的俯仰轴还是变焦，得点屏幕切换才知道它目前是什么模式。而 Luna 把它们拆分成了2个不同的按键，一目了然。另一个是可以拆下来的屏幕，这也是令我印象最深的。之前我在上海黄浦江边拍摄延时的时候，使用 Pocket 4，机器架得非常的低，看不到屏幕，我只能使用大疆的 APP 连着手机看，手机又被画面占满，我怕中途退出延时就断了，所以只能守在江边盯着手机，等了整整5分钟。但是 Luna Ultra 的屏幕让我能够站起来，以及能空出我的手机。这次在长沙黄兴广场拍摄延时，我就不用蹲着了，屏幕拿在手上就行。说实话，它的这个图传屏在信号干扰大的地方画质会比较差，但是用来参考构图绝对是够的。第3部分来看一看样片和画质。我先放一些这一周的样片。在拿到机器那天，我就在长沙 IFS 旁边随手拍了些。先简单说一句，我是第一次用 ND 拍视频，有些暗光场景上错了 ND， 导致画面不够安静，所以我只挑了相对比较清楚的。另外调色我也不太会，基本上都是机内套个滤镜直出，就是比较真实的不太专业的使用情况，给大家看一个样子。这些基本都是自动曝光，套一个徕卡正片滤镜直出的，没做任何调色。你看到它的色彩宽容度大概是什么样的底子。第2天的素材，我用饮食 Luna 自己的 Insta360 软件剪辑了一个30秒左右的 Vlog， 感觉效果挺不错。我在烈士公园拍了一些白天的景，在好的光线下，它的画质我觉得是1英寸相机该有的水平，很像微单的质感，通透，细节也在。作为一台拿在手上还带云台的设备，
个画质我已经相当满意了。傍晚我在橘子洲，从傍晚一直拍到天黑，白天到蓝调的这一段过渡，它衔接得很不错。大光比的场景两头基本也都收得住，在天黑后试了夜景，也符合预期。现在我在使用这个机内录音和它这个夜景增强模式拍一个视频，然后现在是2倍的这个数码裁切，现在是3倍的光学，6倍的光学加数码裁切。周末去了浏阳的宝盖寺，我把那天的素材认真剪成了一段1分半左右的人文短片，可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效果。大概就是普通用户拿到一个景点能轻松拍出来的效果。在这个短片中，变焦还挺频繁的，它的3个独立按键，尤其是物理推杆，用起来比较顺手。长焦端拍这些细节，画质也够。最后一天，我又在城里拍了一些下午和晚上的场景，拍的也都是城里最常见的城市旅游场景。下午钻进巷子，光线比较复杂，有亮处也有暗处。我边走边拍，有走动的镜头，机器的云台把画面增稳，效果不错。暗部的细节也表现得还可以。到了晚上拍夜景，整体是还算纯净可用的状态。我还试了试晚上的慢动作，效果也是能用的状态。所以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定位，在城市里旅游，白天巷子，傍晚的夜景，走拍、慢动作，这些日常会遇到的场景，它基本都能应付，画质是相当够用的。1周下来，它变得从陌生变得越来越顺手。最后是总结部分，这几天算是高强度使用下来，目前没有遇到严重的品控问题或者明显的故障。固件几天内已经更新3次了，我对后期 OTA 的最终形态充满了期待。我觉得唯二的槽点也是和3个独立按键有关，一个是摇杆的手感偏差，比较像 Pocket 3代的手感，另外就是这个推拉按键的质感偏差。我这台确实是摇动的时候会有沙沙的声音，但是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，可能感觉我已经自适应了。作为影视第1代云台相机产品，初印象和体验都不错，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很值得购买的，以及线下销售的体验也是相当不错的。我这是3999单机套装，没有遇到捆绑销售，但是考虑到我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，我自己主动购买了2年的 Care。 其实我买它主要是为了接下来40几天的3万里旅程，晋中、河西走廊再到新疆、南疆、北疆，它到底怎么样？完整的体验等我西北回来后再更新。正在 Luna Ultra 和 Pocket 4P 这2台之间纠结的朋友，也可以在评论区中聊聊你的想法和需求。